第三天的考试是考全身的，就是他选3个部位，术科他选3个部位，然后总共45分钟要出完，好，就是你一个人做而已啊，你一个人，然后你要把你这一本呢放在你的床边，然后他会先跟你做核对跟检查，就是他会随机挑你做，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照片嘛，例如说，我先翻一下我这个。例如说哈，它会有就是一个总表，它会从总表里面看你就是几月几号的哪一天的 model， 它就会翻到那一天，好，翻到那一天，然后核对看看对不对，这样子，这样看得到吗？啊？你没说那本是如何要求写的？这本这本要求怎么写？就是有啦，就是我先讲前面嘛哈，前面就是他会先检查你做的那个时间，他会做核对嘛哈，核对完之后呢，他就会检查你后面有一叠，我现在拿的这本是脸部的哈，后面大概有一整叠，大概这么厚，就这么厚，我看一下啊、用手写，对呀、用手写，我正要讲嘛，就是这一点，你看这一叠全部用手写，哇，你知道我写作业写到想要骂脏话，我把我这3年5年的字都写完了，你看哦，每一页都是手写的，然后还要画图，手写都是那种就是。你看，都这么多哈。虽然你们看不见是什么字，但是你看这样子大概写了20-30页，你知道有多痛苦吗？考试就算了，要写作业，超痛苦的。然后安保的上神哈，他是我们所有人里面哈去的时候资料准备最齐全的。我跟你讲，他去那边也是狂写。来，你说一下你写的，你大概写了几张？反正就是整个很惨就对了，就是一直写。但是说真的啊，有写真的就有印象，而且都画一些什么，画一些头颅。我翻这个头颅给你看哦，我那个头颅到最后我背起来，你知道吗？我用画的把它画到背起来，不是只是脸部除毛，他会考你那个什么头颅有什么额骨，然后什么宽大肌，什么有的没的哦。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奇怪。好，有的找到了，这里给你们看这张图，厉害吗？要考这个啊，半包 A4 纸，对啊，半包，大家每天都在买 A4 纸在那边手写，超痛苦的。好，这个是第3天考试那还没讲完哦，考试也很可怕，非常可怕。到了那天晚上，等于是所有人穿好制服然后别好，然后所有的东西弄好，然后所有的那个设备都已经弄好了，好，开始分配 model。你知道分配 model 是最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超级无敌霹雳可怕的，因为 model 有男有女，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抽到男的还是女的，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抽到华人的男性还是抽到黑黑的阿多的男性。你知道那胡子有这么多，然后那个全身的毛，那个胸毛好，没有，我们这次没有考胸毛总之呢，就是有那个就是整腿的毛啦然后整只手的那个毛真的超多，还有腋下。然后我刚好运气稍微好一点点，那个隔壁安保的老师他运气比较好，他刚好抽到女生，然后所以他很快就做完了。他这边我光在旁边看他我就觉得流口水那我运气稍微差一点，我是抽到那个华人的男生不过我的那个 model 这个人很好，他从头到尾都是非常，他叫我不要紧张，然后他非常的配合这一类的反正人很好就对了。但是说真的，他脚毛真的还蛮多的，所以我就是除就是小腿、腋下还有他的整只手45分钟，我跟你们讲真的，我没除完，我只有除到剩下一只手的前半段没除完，这边我就是一只手的这边，还有其他地方我除完，只剩下这几条还没除完，真的来不及。但是我被扣了几分，还是有过，所以那个时间真的很紧迫，太可怕了。好不容易第3天考到这里，已经晚上9点了，超痛苦的。我跟安保老师讲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们要出去吃饭。所以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事就是出去加分就是新加坡，我真的觉得新加坡他们的餐厅都还蛮好吃的，然后尤其是有非常好吃的咖喱螃蟹，等一下不是咖喱螃蟹，是辣椒螃蟹，等一下会讲然后到了第3天还第4天，安保老师就绕当地的朋友带我出去吃那个田鸡堡，就是那个青蛙超好吃的，我从来都不吃田鸡的，你知道吗？我居然会想念那里的田鸡。好了，那不重要，重要是你去那边很痛苦，还是会有甜头可以吃，就是你要花一点钱出去吃好料的当然那个总监也会带你去吃好料，后面会讲到好，然后吃完好料回去就第4天开始了第4天又稍微放松了一点，因为第4天开始就是上脸部的除毛课程然后脸部的除毛课程就是那整天都在上课，所以下了课之后应该是那一天我们就去吃田鸡堡的，然后到第5天第5天一样考试，考脸部的考试脸部的我觉得是
我觉得考试脸部的话，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我讲真的，但是脸部的步骤超多，超难记的，所以可能你还是要去的话，你还是要认真的背一下。然后到了第5天的晚上，我想想看，第5天晚上我在干嘛？我想一下。第5天的晚上应该是没什么事情，还是跑出去吃饭了。对，就是到了晚上大概5、6点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跑出去吃饭。反正就是你大概可以运用的时间只有晚上，然后出去大概吃个饭，你就要回来准备睡觉。是第4天，第4天是阿狗狗派对吗？我记得有一天是黑手老师会带你去吃辣椒螃蟹哦，然后有一天呢，他会带你去，就是他会办一个派对，所以有一个阿狗狗派对。然后那个派对呢，就是反正就是让你放松一下，对，就是吃 buffet， 然后让你放松一下，然后大家都打扮的那个50年代的风格，就是让你 happy 一下。就晚上那一小段快乐的时光，就是大概晚上6点到9点、10点左右哈，所以还是有玩到，但是就是你只能用晚上的零星时间哈。好，终于第6天又来了，又是第6天考试了。说了第5天是也有术科考试，也有学科考试，但是第5天呢，它是属于 WAS Triple X 里面的，就是也算是内部讲师的考核，所以你要当他们的讲师，你要有第5天的考试。那第6天呢，一样，第6天的晚上一样是考英国的 CTEP 的，就是脸部除毛的那个课程。所以我们总共写了2本，这个不是1本，一本是身体，另外一本是什么？另外一本是一本是身体，一本是脸部啦。好，然后呢，第6天比较精彩一点。第6天找了那个黑手老师找了个孕妇来，然后就做孕妇的除毛给我们看。其实孕妇的除毛，我觉得是真的有一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哈。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女生除私密部的时候，我们就是用1贯的手法。但是我觉得孕妇真的可能比较敏感一点，所以你可能不能用1贯的手法去对付孕妇。好，然后呢，我顺便要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老师，这么多女性老师除毛，我觉得黑手老师的技术是真的非常厉害。他在除这个孕妇的时候，他整个就是这个涂蜡跟撕蜡的时候，他整个手法是非常的纯熟，甚至我现在看过，我不一定可以有他50%的功力，就是回家你还是要真的要很认真练一下。然后它是一点的修进去哈，修的它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干净又漂亮的，真的。然后整个动作都没有，就是你不会有就是闲置的动作，就是例如说这个地方除过，然后撕掉，然后那边还有杂毛，绝对没有。他的手法真的是非常厉害。好，然后学完孕妇除毛之后呢，就是还学了那个脸部的那个超级蜡。超级蜡是一款新的蜡，专门用在脸部的，它卖1瓶贵的，然后1瓶只能做5个人的脸这样子。那一瓶比较特殊一点，我记得它里面有芒果的味道，还有一些什么黄瓜什么之类的萃取物，我有点忘记了，我回来一段时间就忘光了哈。台湾好像还没有开始卖哈，就是反正就是上了一个超级大的课，是算是脸部的进阶的课程了哈。然后晚上就是考那个超级大。小咪你要走了吗？跑掉了哈。好。就是那个脸部的课程，然后到晚上就是那个脸部的超级大的考试，然后考到9点多，终于结束了。然后结束了之后，差不多就是隔天就要回家了，现在已经到第7天了，我真的是超痛苦的。好，总之我每天都在喊说我想回家。那个上审我还有什么东西没讲到？快半个小时了，有东西没讲到吗？应该都讲得差不多了吧？大家觉得你没说脸部怎么过程？脸部有什么过程吗？脸部不就是脸部有什么过程？我漏掉了什么了吗？你要我讲什么？对，我想起来了，那个到第6天的考试的时候哈，就是大家都知道抽到阿多很可怕对吧哈？好，那个安保老师啊，就是我们要考试之前，我就看到 model 已经在外面等了，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有3个黑黑的超级黑的阿多，那个毛是这么厚，你知道吗？而且那个鬓角是这样，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就想说，哇，我如果等一下很倒霉，如果我抽到这个大胡子，我想要问说，我应该要从哪里下手？它那个整个毛是这样整个的，然后我就问，我就问那个大玉老师跟那个薛仁老师，我就说，他那个毛我应该是从这边切进去，还是从这边切进去，还是根本没地方可以切，你知道吗？那个，而且它那个毛它这么宽，然后那个毛是这么高，你知道吗？是让我卷曲的。好，总之我没有抽到，是安保老师自愿说他要做那个男生的大胡子，我超佩服他的。好，那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天有女生也有男生，就是都有哈。然后我看黑手老师在分配那个就是 model， 我觉得我有点就是我觉得女生应该快要被分配完了，然后我有点害怕，就是他在分配的时候，后来有叫几个男生进来，他就说，有谁可以除男生的？我心里想说，如果等一下被分到大胡子就糟糕了，所以我就看他在分配男生的时候，我就挑了一个男的，就是没有等他把所有的 model 分配完，剩下的给我这样，我就看到有一个男的稍微滑人比较干净一点，我就举手说，我可以做男生，然后就这个男的就到我的那个桌，这个算床吗？还是桌子？好，桌子就上就躺下来了，好。然后，总之啊，你知道那男生有多难除吗？就是你要把他胡子除掉，然后他们平常都是有在刮胡子的，就是他有很多毛是卡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超难除的。总之呢，我的部分哈，我大概花在他胡子上面花了超多时间的。然后安保老师那边我就比较不晓得了，我只知道他那个大胡子实在太惊悚了，后来我也没有时间过去看他，所以你那个大胡子你要不要改天跟大家讲一下你有多惊悚？反正我是除了个华人的男生，我2个都是男生 model， 运气不是很好，都抽到男的。对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去新加坡上课的话，然后你要去考这个讲师的认证的话，记得你要去之前最好先把男生的私密部先练好。不然他随时突然会神来一笔，然后就说来 model 进来了，然后就叫男生把裤子脱掉，然后就开始做了，你知道吗？好可怕！那不是做别的事情，是除毛，不要误会了啊！好，然后反正你要去之前，你先把男生的除毛哈，例如说男生的脚部的除毛，男生的私密部除毛，男生的胡子稍微都练一下，多练几次再去哦，不然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像我一样非常的惊悚，因为我在台湾我们店里面我只有做女生而已，我没有做男生，所以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痛苦的，我就只好就是把男的当女的用这样子，把男的拿起来当女的撕，只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哈。那剩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你看我真的安保我时间抓得很准哈，我就说我今天差不多要讲30分钟，有没有人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哦，对了，那个去的时候哈，就是黑手老师会有一天他会带你去吃那个辣椒螃蟹。有够好吃，然后到最后一天呢，就是我们去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总监还有带我们再去吃一次辣椒螃蟹。我整去那边，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螃蟹，我吃的超开心的，超开心，就这样子，剩下的我都没有开心到，我就是去那边觉得要死了。那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有人有什么事情想要问的吗？都没有吗？那不然拍个手吧。有人在吗？都睡着了吗？我讲话有这么无聊吗？谢谢哦。好，那没有问题就要结束喽，好哦，那我们就睡觉喽，大家晚安，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在下方帮我按订阅，并且要打开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顺便再帮我按个赞再走哦，拜拜。